西方的教育方式和中国的教育真的区别很大吗？中国这边的教育系统已经很完善吗？最近教育的这个问题在中国这边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所以也有非常多的中国朋友们很想知道，Marky， 你们国外的教育方式怎么样？跟我们中国这边有哪一些区别呢？欢迎你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视频。如果你们第一次看到我，那我是 Marky， 我在成都。今天我来给你们分享一下我在中国这边了解到的一些教学上面的原则和意识，然后再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德国那边是啥子情况。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们？咱们直接开始吧。这两天成都这边的天气很一般，都好几天没有看到太阳了。不过没事的，马克还是中午的时候出来散一会儿步，然后待会儿又开始自己做饭了。今天马克准备做点三文鱼，然后再做点白米饭和蔬菜吃，很好的。马克最喜欢吃三文鱼。对了，我的朋友们，今天马克很想让你们帮我个小忙。最近马克开始更深度的去了解一些中国的文化，然后我就很想学一点中国非常出名的、非常好的一些成语，想看一下我能不能明白他们的意思。想看一下能不能平时稍微用一些，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们，可不可以给我提供一些你们觉得比较好的中文里面的成语呢？如果有一些比较好的话，我就在下一个视频再给你们说一下，让你们听一下说的标不标准。谢谢喽。现在马克已经走到我们家附近的成华小学，成都成华小学里面应该有很多孩子正在上课。这个里面应该现在就有很多几百个或者上千个孩子在上学，在学习语文、数学、科学、信息学，很多很重要的知识。但是继续说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我的朋友们，首先呢，我想跟大家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德国那边的一些教学理念和方式。我们现在目前来说上学12年的时间，然后当然也是从幼儿园开始，不算到里面，大概在3岁左右开始上幼儿园，然后6岁的时候就开始上小学。我们的小学只用上4年的时间，大概到10岁的时候，我们就要第一次分配，按照所有的学生的学习可以分配到一些比较好的和比较差的一些学校。接下来我们就有8年的中学和高中。学完高中的时候，当然我们也有一个类似于中国的高考的一个考试，但是当然没有中国这边难，没有中国这边那么大的一个事情。那么考完了之后，我们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一些计划还有自己的成绩去读大学。然后我们去读大学的话，本科就是3年，然后研究生2年的时间。
在 Market 的印象中，可能区别比较大的几个地方有：第一，上课的时间。中国很多孩子都是从早上8点过，要上到下午4点、5点，有的时候6点多的样子。那么当然 ，Market 已经很长时间没上学了，但是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上学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当然差不多也是8点的样子开始上课，但是下午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是1点放学回家玩。那么当然还有那么1到2天，每个星期我们也会上到下午4点的时候，但是肯定绝对不会超过下午4点的这个时间。那么回家了过后，第二个区别就来了，那就是作业。中国学生作业真的是太多了，有些时候要做好几个小时，要做到晚上9点或者10点的样子，太辛苦了。然后在我们德国那边，不只是放学的时间要比较早，但是我们的作业量也没有那么大，我们基本上每天半个小时到1个多小时都能搞定。然后第三个 Market 注意到的一个区别就是上课的一个模式。中国这边的学生上课的时候必须要做好，要安静，有非常严格的规则，但是德国就没有这么严格的上课的要求，反而我们体育类的户外互动的这种课程要比较多一点，经常也会被安排去户外去发现一些东西，去玩，去用自己的一些身体的部分和感官去发现这个世界。甚至到夏天的时候，有一些时候外面很热的话，我们也会出去在外面，在花园，在公园里面上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这边的教学方式跟我们德国那边的区别确实有一点点大。Marky 个人觉得中国这边的孩子确实压力要大一些，要辛苦一些，因为他们是从小学开始放学要很晚，上很多节课，有非常多的作业，要遵守很多上课的规则。有些时候 Marky 在外面还能看到这种小学生和中学生带着一个很大的一个书包，就是有轮胎的那种，像一个行李箱。我就想着他们是不是想去旅游呢？但是其实也不是，其实他们书包太重了，因为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就导致了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书包。在德国看见一个这样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那么中国的这些学生到了初中、高中的时候，压力就变更大了，课变更多了，然后这个作业也翻倍了。然后到了初中的时候，还会出现一种问题，就是有一些学生会在学校里面被其他的学习好的或者身体更强的其他的学生被欺负了。这个样子的，从两边都有一个很大的压力，一个就是学习上面的压力，还有一个是自己个人给自己的一个压力，就会导致很多学生有些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办。他们不想上学，他们不想去学校里面待一天，然后还要被欺负，但是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那么到最后，中国的这些学生还要去考高考。我虽然说没有考过，我还挺好奇的，到底有多难呢？但是每次我都能看见所有的学生压力都非常大，所有的人都很紧张，所以这个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我是觉得孩子们如果不得到一个很好的帮助，很好的支持，他们就非常困难去接受这些事情。所以整体上来说，我觉得可以说中国的学生是世界上
学习最辛苦的学生之一，起码比我们欧洲那边的学生要辛苦太多了。甚至我都觉得这些社会和生活上的压力，不只是在上学的时候才存在，而且中国上班工作的时候也一样会存在这些压力。但是我的朋友们，这个也只是一个我的站在中间的一个人的一个影响的一个观察，当然也有可能没有很多其他的办法，因为中国人口确实是太大了，你必须要有一些这样的系统。如果你想要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过一个很好的日子，你必须要更早去学习，学习更多更快的，你才会在这个竞争中变得一个比较优秀的人。不过当然，现在我也非常想听一下你们的想法和体验是什么。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自己上学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或者说自己有孩子现在在上学，你们会觉得哪种教育方式，就是我们西方的那种，或者中国这种教育方式，在哪一些方面对孩子来说会更好呢？为什么这样认为呢？非常希望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跟马克说一下。